大家好，我是静。今天我们来蒸馒头，同时和大家分享一款可以加肉吃的贝壳馒头。首先来准备酵母水，搅拌碗中放入200克温水，1小勺多一点的活性干酵母4克，1小勺糖5克，搅拌混合在一起，放置一边几分钟，等待它发酵。大概3-5分钟后，我们可以看到酵母水中逐渐出现大量的泡沫，说明你的酵母粉是有效的。这时候就可以加入面粉了，面粉400克，普通的中筋面粉就可以。面粉和水的比例一般是2:1就可以了。面粉分次加入，先用筷子大致的搅拌在一起，混合至没有干粉的状态，就可以下手揉面了。做馒头的面团一定要多揉一会儿，面团揉到位，做出来的馒头才好吃。一直要把面团揉至光滑为止。揉好的面团放在大碗中，加盖放置温暖处，等待发酵至2倍大。面团发酵的时间会根据环境温度不同而不同，室温低，发酵的时间会延长。我今天室温22度，大概用了50分钟左右。所以大家判断面团是否发好，不要根据时间，而要根据面团的状态。要发至2倍大，并且像这样满满的蜂窝组织，就说明发酵好了。发酵好的面团移至操作板上，继续的揉面。面团要多揉一会儿，把面团里的空气完全的排干净，直至把面团揉得非常光滑。揉好的面团先搓成长条，先分成2份儿，一份儿用来做圆馒头，分成6小份儿；另一份儿用来做贝壳馒头，也分成6小份儿。我们看一下切开的小剂子，切面是光滑密实的，没有任何小气孔，就说明揉到位了。盖上保鲜膜，防止风干。取出一个小剂子，压扁，用擀面杖擀开，然后折叠，翻过来继续擀开，反复多次的擀开折叠。通过这种方法做出来的馒头，内部组织更均匀、更细腻。大约7-8次的折叠以后，像这样把四周向中间折叠，底部形成一个光滑面，封口捏紧，封口向下滚圆，一个馒头的生胚就做好了。你也可以用另外一种方法来整理面团，用你的手掌转圈折叠按压面团，同样形成一个光滑面。翻过来整理成圆球状就可以了。整理好的馒头生胚直接放入到蒸屉中，馒头之间要保留一定的空间，以免粘连。直接放在已经加水的蒸锅上，盖盖2次发酵。然后我们来做贝壳馒头的造型。小面团擀成椭圆状，用刮刀铲压出纹路，用筷子在中间夹一下，提起筷子折过来，可以用手再把底部稍微捏紧一些，一个贝壳馒头的造型就做好了。在贝壳的上下层之间稍微的抹一些油，
这样蒸出来就可以很容易的分开了。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很有趣？而且很简单，一双筷子就解决了。我们再来看一遍。做好的生胚直接码入蒸屉内，相互之间也要有一定的间隔。直接放在已经加了水的蒸锅上，加盖2次醒发，大约需要25分钟左右。馒头明显的长大到1.5倍大，轻按表面能够缓慢回弹就可以蒸了。今天的馒头比较小，上气后蒸10分钟就可以了。如果你的蒸锅和我这个一样是金属的，我担心蒸制的过程中间水滴落在馒头上，可以像这样在盖子上包一块布，盖在蒸屉上蒸就可以了。关火后不要马上揭盖，再焖5到10分钟左右，这样避免内外温差太大而造成馒头回缩。关火10分钟后，白白胖胖的馒头出锅了，一点都没有回缩。这是贝壳馒头，一样没有回缩。关于冷水上锅还是开水上锅的问题并不重要。如果2发已经到位，那么就开水上锅；如果2发不到位，可以冷水上锅，借助开水的过程继续醒发。你们看，做馒头是不是也没有什么难的？如果前面说到的这几点你都注意到了，你也可以蒸出白白胖胖的大馒头，不仅暄软，而且有嚼劲儿。这样做出的馒头非常有麦香味儿，而且不用担心有添加，吃得更安心。这是刚出炉的贝壳馒头，也非常的暄软。在中间加上你喜欢的肉菜，我今天加的是香菜拌羊肉，你可以加牛肉片或者是其他你喜欢的蔬菜，就成了中式的肉夹馍，西式的三明治。当然加上肥瘦相间的红烧肉，那是再好不过了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谢谢您的收看。如果喜欢我的视频，别忘了点赞、分享、订阅我的频道哦。我是静，我们下次再见。